拉维湖名气大过其国家本身，作为非洲第3大淡水湖、世界第4深湖泊，这里物价友好，几十块就能打卡湖景房，悠闲养老完全行得通，都是在水上玩。体验过Vilanculos的海岛风情后，我决定放弃躺平养老，而是换一种玩法，登陆-ILALA号马拉维国民轮渡。以拉轮渡所停的地方离我们很远，所以需要摆渡小船先把我们拉过去。这里是我们要上的船了，就这么硬上的。怎么上呀？我天呀，硬爬！怎么个个都像海盗一样？哎呦，我终于折腾着上来了！我背了2个大包啊，太不容易了。以拉轮渡不仅仅是交通工具，它还是当地居民进行货物交易、维持生计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。选择以拉轮渡，人货混装再平常不过。以拉轮渡有着鲜明的层级结构：1等座轮渡卧室舱，可在单独的房间里面有床位，可以睡觉，可以充电；2等座甲板露天舱，人略少，空气清新，可以打地铺；3等座人间疾苦舱，人超级多，各种货物、农副产品、鸡鸭羊人圈在一起，空气差到窒息。好处就是巨便宜。穿越非洲，我也算是尝试了不少奇葩交通工具了。为了省钱，刚开始的我自信满满买了个3等座，真是 too young too naive。待了1分钟不到，秒认怂，在人群中挤出了一条血路，又去找售票员好说歹说给我换到了2等座。主打一个可知趣穷游，该认怂时当认怂。铁围栏将3等座的人远远隔开。当我上到甲板层，也在桅杆上看日落时，发现此时仍有很多人还在登船，大家拼了命似的要登陆这辆轮渡，因为错过这班，就又是好几天的等待。甲板的样子，掐指一算，就这块地了。所以我说今天晚上就在这个甲板上过一夜了，我帐篷已经搭好了。我本来想着，要不然就忍一忍吧，就付个5000，在那个下面就熬上那么一晚上也就过了。然后后面看见那么多人，我真的也觉得挺恐怖的。想了想还是算了吧，我就忍一下人间疾苦，就还是不要了。太煎熬了。现在我这周围这基本上全部都是已经搭的帐篷呀，还有这种铺的地铺呀什么的。轮渡甲板层打地铺的阵仗大概这个样子。现在有个小餐厅，可供选择的食物没有很多，但味道还可以。重点是价格没有我想象中的夸张，20元你基本上就可以吃顿鸡腿饭了。这个船上还有一个 bar 嘞 ，Thank you， 然后不差钱，来一个 pineapple。这个 Ferry 真的是慢的要死，就是晚上睡觉时，我个人觉得还挺舒服，因为它有风嘛，但是我有帐篷挡着风，所以整体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我睡得还算安稳。除了他们就是特别吵人大声，老是放音乐，然后其他都还好，但是白天的话就真的会晒得很。手机没电了，然后这个是有 cabin 的 ，cabin 里面是可以充电的，所以我就把我的手机拿过来，从这家里面讨了点电。我现在等一会儿。当轮渡到达横跨Island时，听当地人说船会在这里停个8小时，可以下船。看见同船的外国人，他们都把东西放在甲板上就下去玩了，于是我也蠢蠢欲动，只是要穿过3等舱的人群，又是一场恶战。这么多人，我现在在这才叫钻空子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从这个空子里面钻出来的。有时候你在非洲你不钻空子，你啥都干不了。你现在如果不钻空子，你就出不去。我告诉你，看这些人就钻在了我前面，他们才出去的。我也要钻。
算工资增加。Good luck to you guys. Would you please put me some chili? 买了3棵红薯。我现在在这个小镇就是雷抠嘛，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，只是船上的东西呢，虽然也还能承受得起，只是还是没有下面便宜。我到下面来采购一些东西。The bread, 250. Give me one. 哎。This is Malawi. 终于坐上了，下一趟船，然后出来一趟，再回去。这个船坐着实是费劲，就是你一定要特别的会钻空子，一定要抢在别人前头，不然的话，连都挨不着。上来了，你看这人间疾苦呀，真的是人太多了。这还有一个小卖铺，这还是充电的，看到没有？还在这上面做日本卖。Sorry。上船后，我赶紧去甲板检查我的东西，发现帐篷、背包都还在，没有任何人碰我的东西。也许大家都忙着在挤船了，所以没人动我的东西。随后我对到了新地点，下船去周围转一转，一点也不感兴趣了。Small fish. Wow, it's the same. The same. Oh, the same guy. 兄弟在帮我买芒果。对下船失去兴趣的我，只是倚在栏边，静观人们忙忙碌碌，做买卖的、上下船的，他们划着一种奇特的独木舟，宛如被从中劈开的树桩，只留出窄窄的空间，够放人的双腿。每当我为独木舟的平衡提心吊胆时，他们却总能在湖面上划出最平稳的轨迹。眼前是一片无垠的蓝，恍惚间竟错觉自己正航行于海上。本计划在恩库达库达下船，不料我在帐篷里睡过了头。也罢，本来还对在哪里下船犹豫不决呢，这睡一觉替我做了决定，那就顺其自然，再多看一程这湖光水色吧。